那我们去年呢，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设计案例，但是由于精力有限呢，没有全部都把它制作成视频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为了满足众多艺迷的强烈意愿呢，我也趁这次新冠肺炎宅在家的机会，挑选了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案例来跟你们做分享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，也欢迎在群里来跟我一起讨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系的设计师菜菜。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团队刚刚完成的线上设计。这次改造的房子比较特别，是一个2室的小户型，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门厅的位置，是他们用餐的一个区域，所以整个户型是没有客厅的一个户型。亲戚朋友来也没有一个主要的会客区域，所以我们需要在主卧里增加一个会客区。这次的改造呢，主要是对主卧和次卧进行改造。首先我们看一下 before 的一个视频。一进来主卧可以看到一个靠墙的黑色沙发，这边有一个隔断柜，柜子上放着一个电视和一些杂物跟书籍。隔断柜的另一边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游戏区和休息区。我们再往这一边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面的一个置物柜，但整体看上去比较杂乱。柜子下面堆着一些男主人和女主人的衣服，还有一些女主人的化妆品以及男主人的洗漱用品。虽然这个置物柜很大，但是想要找到自己的东西还是非常的不方便。屋主有跟我们提到，男主人非常喜欢深灰色的墙漆，所以将主卧的4面墙都刷成了深灰色。结果发现整个房间的光线非常的暗，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建议将深色墙漆刷满4面墙的，这样容易造成视觉的压抑，空间也会缺乏一个层次感。在不影响采光的情况下，只刷一面深色墙漆才是最佳的选择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主卧的平面布置设计。因为之前动静分区不明确，所以我们重新规划了一个动区和一个静区。动区包括男主人一个打游戏的区域，以及他们会客看电视的一个区域。动区和静区以隔断柜和纱帘作为区分。纱帘我们选择的是透光不透影的材质，可以增加整个空间的通透感。静区的部分是一个1.5米的床，和旁边有一个60公分的一个小户型梳妆台。梳妆台和游戏桌有一定的距离，这里就可以实现男女主人活动区域的一个划分。最后在衣物收纳上，我们这边设计了一整面墙的衣帽墙，平时可以放置屋主的大量的衣服。因为屋主有跟我们提到，男主人在出门前都得到门厅的地方去照镜子，非常的不方便，所以在卧室的衣帽墙旁边增加了一个全身镜。接着就是沙发区的一个软装布置。原来整个主卧的色调是比较暗的，包括黑色的沙发和棕色的柜子，再加上4面深灰的一个墙壁，整个看起来很压抑。所以在软装设计上，我们将3面墙刷成了白色，只保留了一面男主人喜欢的深灰色，将原来的沙发铺上这种白色的一个沙发巾，沙发上面的抱枕以深浅的蓝色和黄色去点缀，整个色彩就会没有那么的单调。游戏桌也是以这种白色为主。另外隔断柜选用了白色和温馨的原木色的拼接结合，一共有25个格子，最下面2行是带柜门的一个柜子，并且可以在休息区那一面去打开柜门，满足整个卧室的收纳和美观的需求。在灯光上增加了一个黑色的落地灯和一个吸顶灯，这样的话整个会客区是一个很清爽又明亮的一个色彩的氛围。再往下我们看到的是睡眠区，睡眠区域的床品颜色选择的是这种蓝色和灰色，因为这样的蓝色有一种静谧的视觉感。床的旁边放了一个适合小户型的一个梳妆柜，桌面翻开，这里面是一个镜子，桌子里面还可以收纳一些女主人的化妆品，当不需要化妆的时候，也可以将桌子合起来，就可以作为一个办公的小角落。男主人在早上上班前会有一些准备，因为男主人的身高比较高，所以在这个格子这里有放一个这样子的皮质托盘，
来放置一些男主人上班前准备的日用品。同时呢，男主人他喜欢晚上看看书，女主人又习惯早睡。为了满足男女主人不同的生活习惯，所以在男主人睡觉的这一侧增加了一个夹子灯，方便男主人晚上看书，又不会打扰到女主人。再往下就是衣帽墙的一个软装，衣帽墙的墙面保留了男主人他喜欢的一个深灰色，用到艾格特一个上墙的衣帽架，根据衣服的长短可以做一个清晰的分类，这样也可以比较方便的拿取衣服。衣帽架的最上边可以用这种收纳盒来收纳一些过季的衣物跟杂物。衣帽架的旁边有设置了一个这样子的全身镜，它带有一个托盘，然后平时可以放一些出门的小物。另外在墙面上增加了一组跟整体风格比较符合的挂钩，可以挂一些屋主出门临时换下来的衣服。当然在平时不挂衣服的时候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墙面装饰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次卧，也就是儿童房的改造。这是改造前的儿童房，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一个蓝色墙漆，里面摆着一个比较笨重的衣柜和一个小小的储物柜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帐篷。显然在儿童房里，玩具以及各种杂物堆砌，收纳是远远不够的。房间的另一面有一个沙发床，主要是老人来家里带孩子午休的一个区域。屋主对我们提出的需求是要提升整个空间的亲子互动，平时如果有其他的孩子在的时候一起玩耍的一个空间。来看一下儿童房的一个平面布置图，我们在进门的位置设置了一个成品衣柜，作为一个主要的收纳区域，把原来大大的帐篷放到最里面的位置，这样的话不会显得空间被占用的太满。然后从软装方面看，我们选用了一个深灰色的一个沙发床，它没有扶手，整体视觉上不会显得太局促。衣柜我们选用的是白色和木色的一个颜色，不规则的一个把手增加了整体的一个趣味性。衣柜旁我们放置了一个黑板墙，爸爸妈妈可以陪小朋友一起画画、写字，培养小朋友的创造力。这里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小书架，在小空间里也可以随意的移动，很方便。我们在这里放置了一个多功能桌椅，它的桌角不是常规的直角设计，而是一个适合小朋友使用的圆角设计，这样小朋友在使用时也不会刮碰到皮肤。同时这个多功能桌椅的用途非常多，既可以用来做一个收纳的一个小书柜，也可以做成一个这种小卡座的一个感觉。平时不用来当书桌的时候，还可以作为一个这种小编辑放在沙发旁边来使用。以上就是这次的改造设计方案分享，请收藏求点赞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欢迎留言或者入群跟小伙伴交流。